价值千万美金的名画神秘丢失，看监控发现凶手竟然是透明人。女子因煤气中毒身亡，贫穷丈夫却大发横财，成了当地首富。这究竟是杀妻骗保的阴谋，还是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大家好，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来发片片，说到做到，咱们今天就来继续填义务制的坑。上回书咱们初步聊了一下义务制的事业观和物件，并简单介绍了本作的主角团，包括为调查女友溺死之谜开了一家灵异事件调查所，如今是掌控空间穿梭力量的钥匙人助力时间。战斗十字带 XYZ 坐标轴，兼具鹰眼视力和无解战力，如今手握隔空取物力量的扳指人助力陆平，家世比铃木原子更布尔玛，手握3分钟移动物件的雪花膏人助力小树，以及头戴线帽身穿绿衣，一身黑客技术拳打360脚踩特斯拉，曾手握时间的钥匙以及装天地的照片，却因战斗力过于稀烂导致两手空空。目前尚未公布全部信息的神秘客小龟，4个人因物件结缘，又在争夺物件时卷入了一场绵绵千年的大阴谋。咱们也知晓了争夺物件的2大组织联盟和三足屋，而现在4人组将遭遇他们的第一场危机。第2回山行地，老贼盗宝现起义，我竹溪千机夜游藏杀机。上期视频里，4人组跟三足屋一同乱战，缴获了大背头盛放物件的密码箱和扳指，以及一个银色金属块。主角团还不知道，三足屋在箱子里嵌了一枚摄像头和一颗遥控炸弹，并且三足屋这边的干部鬼哥一直在盯着摄像头对面的一举一动。眼见大背头失手，鬼哥本想启动炸弹炸死主角团，再借着物件不会被损坏的设定，趁乱将其回收。但就在他准备引爆炸弹时，却被一个神秘的女人阻拦。此人是谁？又为什么要保住主角团呢？咱们先按下不表。说回主角团这边，密码箱打不开，小树第一时间联络联盟的人来处理善后事宜。一心想拿回照片和钥匙的黑客高手小龟，试图用自己的手表解码器强行破解箱子的密码锁，结果解码器探测到了密码锁的信号，却无法接入。再一查信号源，原来陆平缴获的方块就是打开箱子的钥匙。开箱一看，里面不仅有钥匙和照片，还有能定格恢复空间的相机，旁边还放着一个炸弹。但发现炸弹没响之后，4人的眼神突然犀利了起来。借助钥匙打开的任意门，时间带着箱子逃走。等再回来的时候，箱子里别说物件了，连炸弹都被时间藏了起来。不过时间和陆平藏物件倒也不是为了据为己有，自打接触到钥匙之后，时间就觉得女友舒雨之死很可能跟物件有关，而小树又一直在强调联盟自民国就开始收集物件。既然如此，不如干脆借着手里的这批货跟这个传说中的联盟好好谈谈。小树把众人约到一处天台，联盟的负责人常青赶来赴约。时间一股脑地问出了心中的疑问：物件的起源是什么？到底有多少物件？联盟手里现在有多少物件？物件都是从哪来的？都是什么？又有什么用？还有一个问题最为关键：你们联盟里边有没有哪种物件是可以控制水的？没有。时间给出了自己的条件，双方展开合作。联盟给到任务需求，时间帮联盟回收物件，直到找到能操控水的物件为止。强行表示，既然要合作，你们就得先拿出点诚意，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正好这里有个活，给你5天时间，帮我把案子查清。如果跟物件有关，把物件带回来，咱们再谈合作。说着，就把一个 U 盘交给了小树。常青点头离开，同时周围的客人们也纷纷起身。等人走完，时间才开始吐槽联盟这群人的变装水平实在业余，衣服换了，但鞋子却是一水的皮鞋。陆平也跟着吐槽，所有的桌子都配4把椅子，唯独他们的桌子这里有5把椅子，说明这场见面就是联盟部的一个局。看这段的时候，让我想起之前解说过的《大侦探福尔摩斯2》里，莫里亚蒂教授和艾琳在餐厅接头时，也曾经出现过老莫让小弟清场的场景。只不过福尔摩斯里，小弟退场发生在2人会面之前，义务制则改成了会谈结束之后，但目的都是为了清理现场，防止路人乱入，顺便装个逼。说回剧情，接下来时间得找个隐蔽的基地，毕竟自己的公司先被大背头攻破，又被三足屋锁定，近期肯定不能再待了。说到这里，小辉表示可以把自己家贡献出来，不过他欠了几个月的房租，需要富家女小树帮忙交一下。来到小龟在郊区的家一看，这里根本不是民房，而是一座半废弃的仓库，看着挺宽敞，不过院子里的绿植都是假的。客厅里还有个坑，坑有多大呢？差不多跟边边在视频里许过的愿差不多。虽然房子很破，但也算是别有洞天。不仅有日常生活用品和电脑，还有一个名叫铁蛋的纯手搓智能机器人。这种又隐蔽又宽敞的地方，确实非常适合做基地。安顿下之后，4人开始研究常青给的 U 盘。从里面的视频看，这是一起名画被盗的案件。被盗的画是蒙德里安的名作《红黄蓝的构成》，而这个偷画的贼居然是个透明人。不过回想过去24小时的所见所闻，时间已然见怪不怪。倒是一旁的小树发出一声惊叹：这个展览馆是我们家的。
小龟这样相信小树的家境可不止开超跑那么简单。此时恰好小树的父亲打来电话，说自己现在就在小龟家门口。小树先是一个震惊，随后明白，原来自己的高科技手机壳里被老爹装了 GPS 定位。这时屋外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引得众人到门外看，估计心里都在说：发户的亮相就是不一样。不过直升机上并没有下来一个西红柿首富，倒是门口来了一位朴素的大爷，背后还跟着一辆更朴素的劳斯莱斯。小龟第一时间认出这大爷正是本地首富穆远。想不到小树这个爱吃辣条的联盟成员还真是如假包换的顶级富二代。问题来了，既然小树家世显赫，为什么还出来玩命找物件呢？因为小树跟老爹的关系非常微妙。故事还要从20年前说起。小树的父亲穆远是个开水果摊的，母亲则是本地的美术老师，一家人的生活不说是罗马贵族，起码也算是罗马贵族。某一天，母亲在家烧煤球炉的时候没有开窗户，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当场去世。按照警方的调查显示，基本确认是死于意外。一边入席的穆远靠着妻子的保险赔偿金创业，逐渐做大做强，成了当地一哥。市面上也一直流传着他杀妻骗保的流言。丧母的痛苦加上成长过程中无休止的指指点点，都让小树和父亲的关系越闹越僵。穆远虽然一直坚称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小树心里还是有一个疙瘩，这就是母亲去世的那个老房子。穆远一直紧锁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这种刻意隐藏反倒更像是欲盖弥彰。不过现在有任务在身，小树还是问起了展览馆丢画的事，没想到穆远毫不在意。父女俩话不投机，一般的时间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这里他也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新才艺唇语，而且是隔着老远能看清国产犯罪剧原剧本的水平。除了时间的唇语解读，陆平也推理出被盗的艺术品是赝品，因为画丢了以后，主办方不但没有报警，也没有取消展览，说明真画还在。其实从很多情节都可以看出，陆平可不是个只能打架的莽夫，而是能文能武。穆远走后，小树坦言，父亲不想让自己插手此事，他们想要进入展览馆调查，那就只能背着父亲得到家族管家强叔或者是安保领导张哥的同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穆远老爷子从小龟家离开，并没有回公司，而是来到了湖边，找到了一位钓鱼佬。此人就是小树说的管家强叔，同时也是一个天才发明家，类似柯南里的阿笠博士。比如小树的高科技手机壳就出自强叔之手。二人的对话和表情似乎真的和小树母亲之死有关。那穆远究竟是不是杀妻骗保的凶手呢？请大家把那4个字打在公屏上。说回实验这边，在小树的带领下，几人来到了穆远家的云树展览馆。众人发现被偷走画作的空白墙面上写着一行字：明珠案头。投啥呢？投币吗？就在时间小树观赏风花雪月的时候，小龟却偷偷溜进了厕所。实验的计划是让小龟用小树的3分钟易溶雪花膏变成强树的模样，骗张哥把画展的安保以及后续的调查工作都交给小树。可没想到，等小龟变成强树招呼张哥过来，张哥却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过了1分多钟，张哥这才姗姗来迟。小龟赶紧交代任务。此时距离雪花膏失效还有1分钟的时间，办公室的门锁竟然坏了。千钧一发之际，小龟一把拽坏了锁芯，压哨跑进了厕所。Hello。另一边，得了强叔命令的张哥找到了小树，交接后续的安保和调查工作。按照穆远的计划，原本用来展出的假画丢了，他打算把价值7万美金的孟德里安真迹拿出来。孟德里安即皮特·科内利斯·孟德里安，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何抽象派大师，孟德里安一直致力于推动风格派和非具象绘画，并且对后世建筑设计都有巨大影响。本次失窃的作品绘制于1930年的红黄蓝的构成，算是他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时间听到穆远要拿真画展出，当下有了主意。毛才能留下明珠案头的留言，估计也是个行家。他发现偷到了假画，一定会回来再偷一次。只要再准备幅假画，大家守株待兔，就能抓到偷画贼。说干就干，正好小龟认识专业做假画的，时间正打算去拜见，小树却突然拽着他来到了自己母亲当年去世的老房子。他要看看老爹穆远在这所房子里到底藏了什么秘密。而请时间来的原因也很简单，老房子的门被上了锁，得借时间的钥匙用一下。老房子的密码锁没有锁孔，小树直接用钥匙捅开了邻一家的防盗门，随后便进入了老房子里面。有人会问了，为啥不找个开锁师傅，或者直接暴力破门？我来小树是不想让父亲知道自己进过老房子，所以才想用物件钥匙不留痕迹的进去。进到房里一看，室内装潢跟20年前别无二致，仿佛很多年都没有被动过。可再看室内的环境，似乎又刚被打扫过。再进卧室里，时间敏锐地注意到墙上有一片画过东西的印记，并且是悬挂多年又刚被取走留下的痕迹。小树回忆，这里挂的是母亲的画，可母亲的作品都已经被父亲收走放进了展馆，怎么会突然又多出来一幅呢？时间劝小树别想那么多，还是先去看看买假画的小龟陆平吧。
二人离开时没有注意到，老房子楼下还有一个人正在密切关注着他们的行踪，正是墓园的管家强叔。强叔此举意欲何为？咱们先放一边，接着说去买假画的小龟和陆平。这里我们知道，小龟曾经为这个假画贩子做过安保系统，虽然刚过2月质保就坏了，但也算是有份交情在。此外还有一个信息，小龟的大名叫龟明，这条信息现在还用不到，但后期是解释小龟身世的重要线索。走进画室一看，嚯，这不是毛片第1季里的毛三吗？毛三在义务制里依然是个制假贩子，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艺术追求的制假贩子。比如他觉得艺术家在艺术品上署名落款，是只有那些在拍卖行叫价的土大款才看重的事。小龟夸他的制假水平能以假乱真，他却认定小龟不懂艺术。陆平光速拍板成交，小龟赶紧向小树申请报销，顺便连来回的路费也一起报了。3人在基地汇合，可刚打开门，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又是无处不在的强叔。强叔把小树带到一边，就开始锐评主角团。此话一出，会穿越的时间看不过去，就想跟强叔掰扯掰扯。小叔见状，背对时间挡住强叔，继续他们的话题。强叔一边递给小树刚升级的新手机壳，一边开始吐槽，他当初设计这个东西纯粹是为了让小树防身，现在按照小树的要求3改5改，又能开枪，又能放火，还能放电。吐槽完小树的装备，强叔进入正题。他明确表示自己很清楚小树等人化妆成自己的样子去展览馆欺骗张哥，不过丢副赝品没啥大不了的，但后面的事小树还是别插手了。另外可能是在等小树回来的时候，强叔瘾上来了，随着把小龟引以为傲的智能家居系统做了一次全面升级，甚至还把密码也给改了。不知道密码，小龟就打不开自家的系统。等小龟过来讨要密码，强叔只是微微一笑，密码是谜语，你和狗站在一起打一动物。在强叔跟小树聊天的时候，导演还加了一个小插曲，就是陆平和小龟的智能管家铁蛋下围棋，结果因为陆平的棋路过于刁钻，当场把铁蛋的 CPU 干烧了。这里才能进一步深化了陆平超强的计算能力。一番交流之后，强叔开车离开，路上他打了个电话。这里我们得说一下，目前一共丢了2幅画，一幅是蒙德里安的名画仿品，另一幅则是老房子里小树母亲的遗作。至于强叔让张哥处理的是哪幅画，咱们稍后揭晓。接着回来说小树这边，考虑到场馆里到处是藏品，一旦爆发冲突，很有可能会被损坏，所以小树提前安排把其他画作也都换成了复印件。反正贼的目标是蒙德里安，对其他的画也不感兴趣。现在实验的计划顺利推进，只要毛三的副赝品画到位，他们就可以准备动手了。然后他们的行动就不出意外的出意外了。就在陆平和小龟取完画作，正准备装车走人的时候，谁能想到，小龟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拽倒，画也被呼啸而过的车子碾碎，一切在几秒钟内发生，连躲在视力超群的陆平都没反应过来。10几万的手工费打了水漂，对财大气粗的小树来说不算啥，但是拿来钓鱼的饵没了，计划根本推进不下去。时间等人开始复盘过去的一天发生了什么。首先可以确定，对手肯定使用了物件，他先偷了一幅赝品，又在画展开办的前一天精准的毁坏了另一幅赝品，让实验的计划半途而废，不得不展出真迹。能把时间拿捏到这么准，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内部人员。韩下所有经手此事的人，自然组肯定不可能，因为编剧不让。木野就是画的主人，不可能自己偷自己。强叔虽然一直在关注小树的动向，但他并不知道时间的钓鱼计划，盘来盘去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也就是安保主管张哥。只有他全程参与了假花钓鱼的实施，也只有他知道小龟和陆平什么时候出门取花，说不定就是张哥监守自盗。小树不信，张哥要偷早就偷了，何必这么麻烦？时间却不以为然，就因为搞这么麻烦，所以没有人会怀疑他。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推理对不对，试试不就知道了。于是，在实验的提议下，小树决定展出真品，并跟小龟时间一起监视展馆的一举一动。很快，小树发现异常，神秘人终于出动了。埋伏在展馆外的陆平立马冲进展厅，发动扳指之力夺走画作，并传给门外的时间，随后锁死大门。而天花板上的消防喷头也开始喷出绿色颜料。这就是实验的计划。既然毛贼可能是个透明人，那只要给他的轮廓上个色，不就原形毕露了？可等涂料喷完，屋里别说预想中的绿巨人了，连个脚印都没有。这下大家也懵了，这个毛贼手里的物件比透明人更离谱。一时间大家也都没什么头绪，小龟更是心生退意。咱们5个就把东西一分，散了伙算了，好吧？实验从进房间开始，就一直觉得哪里不对劲。刚刚小龟的口误让他突然意识到，房间里似乎真的有第5个人，而小树也有同样的感觉。可回到监控室之后，对录像视频逐帧分析，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时间突然灵光一闪，赶紧让小树调出监控，不断放大、放大再放大。
镜子里果然还有一个黑影。话音刚落，镜中的鬼脸男对着陆平就是一记重拳，不等陆平站稳，鬼脸男又是连续快攻。陆平本想操作扳指还击，但鬼脸男藏在镜中世界，陆平的所有攻击全部 miss 牡丹，反倒是被鬼脸男踹翻在地，并被偷走了画作。陆平用扳指强行夺回画作，让小龟赶紧搬进保险库，但小龟没走几步又遭到鬼脸男的攻击。陆平脑内飞快旋转，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他遭到扳指捡起眼前的一切硬物，对着鬼脸男逃跑的镜子一通砸，眼瞅着陆平连周围的玻璃都砸稀碎，鬼脸男走投无路。没想到老哥属兄弟会的，直接连人带话来了一个信仰之约。时间陆平赶紧去追，但即便有时间的钥匙加持，当几人追到楼下时，鬼脸男已经开车跑路去也。鬼脸男虽然藏在镜子里，却能对着境外的世界发力，也就是说，那个物件借助镜子为载体，创造了一个平行世界。在咱们看来，就好像是一个透明人在满街乱跑的效果。不过，虽然领略了物件的力量，但谁用了物件，用了什么物件，用完物件之后人去哪儿了，还是一无所知。正当大家犯迷糊的时候，丢画的苦主穆远也闻讯赶到。穆远对这幅价值7万美多的画依旧无所谓，但小叔问及母亲过去的时候，穆远眉头紧皱，小叔越说越激动，直接质问父亲：老房子里母亲的那幅画，是不是你派人带走了？是不是因为画里隐藏了什么秘密？穆远也不知道该说点啥，只能再度重申，让小叔不要相信外界的流言蜚语。父女间的见面再度不欢而散。泡了一鼻子灰的穆远去找强叔帮忙，强叔听说画丢了，还以为穆远说的是孟德里安的画，但穆远直言是老房子里妻子的遗作。强叔心领神会，表示会让张哥去调查。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眼瞅已经到了长青规定的第3天，主角团依然没有查清案子。小叔急得像肉锅上的蚂蚁，尤其是看到小龟沉迷于破解强叔的密码，时间闷头玩拼图，可是气不打一处来。小龟表示，这位鬼脸男天天藏在镜子里，强而陆平都没办法对付他，自己能怎么办？陆平则再度发动优势相对论。既然物件的优势是藏在镜子里，只要能把它逼到一个没有镜面的地方，不就赢了吗？大家的说法都有道理，但眼下的问题是，主角团根本不知道这个镜中的鬼脸男是谁。小龟一口咬定肯定是张哥，小叔则继续坚持张哥是家里老人，肯定不会监守自盗。听着二人的争吵，时间突然想到了什么，赝品。计划的关键是制造赝品，如果这么算，那接触过计划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被小龟雇来高价制假的画家毛三。可再想下去，时间突然开始头痛欲裂。在头痛缓解之后，时间决定再看一遍监控，顺便科普了一下自己的人设。时间在进少年班之前，曾经发生过一次车祸。就在这次车祸之后，时间突然觉醒了过目不忘的能力，但代价是一旦过度思考就会头疼，俗称猪脑过载。看了监控之后，时间终于发现了脑中闪过的划点，飞到那幅被盗的赝品画框上，有一道非常明显的划痕。而当时陆平从毛三那里买来的假画，背面也有一道同款划痕，这就说明当初毛三收了钱之后，根本没有重新作画，而直接把偷来的赝品又重新卖给了陆平，然后为了逼迫小树拿出真品，又通过物件强行破坏了赝品。想到这里，四人决定去毛三家里埋伏一手。被堵在画室里的毛三面对质问，一开始还想抵赖，但画作就挂在墙上，现在人赃俱获，小龟让毛三交出画作和物件，不然就报警。但毛三丝毫不慌，甚至义正言辞地打起了嘴炮，说艺术品只该保存在知音那里，而不是有钱人手里。在时间看来，毛三这套窃书不能算偷的言论，多少是沾点嘴硬。小龟更是直接指着墙上的蒙娜丽莎说：“你个假画贩子歇歇吧，难不成你墙上这幅是真的，卢浮宫那个才是假的？”蒙娜丽莎是不是真的，咱也不确定，但墙上的真迹肯定不止蒙德里安一幅。之前小龟曾夸毛三的这家水平能以假乱真，毛三却嘲笑小龟不懂艺术，很可能是因为画本来就是真的。相比小龟的锐评，时间要文雅一点。他提到了梵高的故事，相信不少小伙伴都知道，现在提起梵高，行业内外都得尊一声艺术泰斗。但梵高生前的成就、画作的销量和价值，还不如上世纪某个奥地利的美术落榜生。可以说，梵高是活活穷死的。至于后面梵高能火，很大程度上要拜梵高的弟媳乔安娜以及法国收藏家福勒尔等人，又是出版《梵高书信全集》，又是不遗余力的举办大型画展，这才让梵高七人逐渐在艺术圈传开名声。随着名气的传播，一部分有钱人开始收集梵高的作品，梵高的各种遗作也开始水涨船高。2014年，梵高的《雏菊与罂粟花》被拍出了6000万美金的天价。与之相对的是，梵高生前唯一一幅成交的作品《红色葡萄园》只卖了400法郎。所以客观上来说，不管是炒作也好，慧眼识珠也罢，梵高的作品能流芳百世。那些举牌竞拍的土大款们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其实这套说辞完全是时间在上次游览云树展览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梵高的故事，过目不忘的他来了个现学现卖。但听完这一通分析，毛三精神恍惚了一下，时间趁机抄起照片就要降了这个疯子。但毛三早有准备，掏出一面小镜子，再度遁入镜中世界。时间的第一板斧落了空，陆平马上操控扳指，
把画室里的所有灯全部砸碎，镜子没了灯光照射，变得漆黑一片。毛三也就没了藏身之所。没想到毛三还是留了一手。随着室内的应急夜光灯亮起，毛三再度藏进镜子。小龟见状就要砸镜子，但陆平很清楚，砸碎的镜子只会变成更多小镜子，这样反而是给我方上难度。事先想了想，决定把所有镜子全遮住，这样毛三肯定无处遁形。可等众人把全部的镜子遮住以后，毛三却并未现身。大家还在愣神的时候，毛三已经发动攻击。主角团顿时全成了沙包，小龟率先崩沉买流，其他人也毫无招架之力。但在大家挨揍的过程中，石岩发现不管毛三打得多猛，他都非常爱惜房间里的画作，于是记上心头。说话的功夫，小树就要点火，视花如命的毛三赶紧制止，没想到陆平眼疾手快，抄起一幅画当场撕毁。再不出来，就把所有画都毁了。一看时间发得狠，连那副价值千万的孟德里安都泼了油漆。藏在大门窥孔里的毛三不敢再乱来，只能乖乖投降。失魂落魄的毛三看着已经毁于一旦的画作，痴痴地念着每幅画的故事和意境。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万念俱灰的他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傲气。时间却突然告诉毛三，他可以帮毛三把画恢复原状，但作为交易，毛三也必须交出自己的镜子。那么时间要怎么恢复呢？还记得上一期大卫偷的相机吗？其实早在求着毛三画室的时候，时间就已经注意到毛三连偷带收，加了自己的造假临摹，搞了很多好画。也就是毛三对画作的热爱已经到了痴狂的程度，所以提前用物件相机定格了画室的一切。等战斗结束之后，又用相机把画室恢复了原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好久没穿的衣服，一掏兜居然还有不少零钱，虽然本来就是自己的钱，但总感觉是白捡的，这就叫失而复得之喜。毛三现在就是这种心情。小叔又顺便成人之美，表示既然毛三觉得穆家收藏孟德里安是明珠暗投，不如他就做个顺水人情，不仅不报警，还要把画送给毛三。不过毛三得免费替他做一张赝品，好拿回去给穆远交差。7万美金的画说送就送，这小树也是够败家的。毛三欣然接受，交出了物件镜子，并许诺为小树免费作画。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如果毛三没把骗小树的15万退回来，那这次是不是也不算免费？物件到手，众人终于松了口气。就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毛三突然叫住大家，并捧上了一幅画。原来蓄谋已久的毛三前段时间为了偷画，去了趟小叔家的老房子。虽然没有偷到孟德里安，却无意中找到了小叔母亲生前的画作。他认为那幅画意境优美，技法纯熟，一定倾注了作者很多的心血和情感。于是本着贼不走空，不对，是英雄相惜的原则，毛三带走了这幅画。如今小树赠其大礼，他也决定把这幅画完璧归赵。看了这幅画，小叔的内心突然一阵悸动，一段尘封20年的往事也再度浮上心头，而一直压在穆家妇女心头的秘密也即将揭开谜底。时间拨回到20年前，当时清贫的穆远和妻子安贫乐道，还有一对女儿。某天夜里，妻子高烧不退，穆远烧好煤炉，把窗户打开缝隙，便要出去买药，顺便带着姐姐出门透透气。在家无聊的小树则爬到窗户上临摹母亲挂在墙上的画。画着画着，小树发现窗户不够用了，便随手关了一下窗户。客厅里响起美少女战士的声音，小树便丢下画笔，跑出去看电视。临走前，为了不吵到母亲，还特意关上了卧室的门。就是这一连串的举动，把原本通风的卧室变成了密室，原本取暖的煤炉成了催命的毒气罐。等穆远买药回来的时候，妻子已经死于煤气中毒。总结一下，杀了小树母亲的不是别人，正是小树自己。回到现代，既然纸已经包不住火，穆远的好友兼心腹强叔干脆对小树和盘托出。事实上，早在案发之时，警方确实怀疑过穆远杀妻骗保，但随着收集到的证据越来越多，警方确认凶手是小树。但穆远再三请求警方保密，加上小树本人还是孩子，所以最终警方就给出了一个意外死亡的检验报告。此后，在心理医生的建议下，穆远带小树离开了这个伤心地，因为他想起自己误杀母亲的事，然后便投身商海，结果一番摸爬滚打，终于如愿以偿的带女儿搬进了新家。穆远原本可以丢掉老房子，但对于亡妻的思念让他始终放不下这里，于是便派强叔帮忙打理，并一直保存这个秘密。恢复童年记忆的小树一想到是自己害死了母亲，还冤枉了父亲，既悔恨又内疚。穆远则选择了释怀，父女俩在坟前达成了和解。局内人算是异物志开篇之后第一个完整的单元故事。咱们还是先来总结一下反击视频里解锁的新物件：一件可以连接镜中平行世界，可以在任意反光镜面穿梭的神明利器。同时，本作还解锁新人物，包括联盟大佬长青、小树的父亲穆远和只闻其名未见其人的姐姐，神秘兮兮的弥克大佬、小树家大管家强叔、强叔的小兄弟张哥，这些人物后面还有出现，咱们到时候再慢慢介绍。局内人把木草之死和名画失窃两件案子巧妙地融合到一起，同时补全了一部分主角团的信息，比如时间读唇语和过目不忘的能力，小树的超级富二代背景。而主线名画失窃案，接着毛三还抛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到底什么才是艺术价值？
像毛三认定艺术品就应该在懂它的人手里，不应该去强行赋予太多的金钱味道，甚至作为投机洗钱的工具，不然就是对艺术的亵渎。但实验则引用梵高的过往，揭示了另一个客观现象，即很多艺术品和艺术家能流传后世，确实也离不开各路收藏家图大款，拿着真金白银炒作吹捧。回到剧情，小龟的安保系统被强叔改了密码，提示信息是你和狗站在一起。其实石岩和陆平早就猜到了答案。像。就在石岩等人完成任务，准备向联盟缴纳投名状的时候，一件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联盟封存物件的仓库突然被洗劫一空。那么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究竟是何人所为呢？点赞过5万，下回书我将带大家进入神秘的联盟内部，继续探究物件究竟为何物，看已死的干尸如何才能重生为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拜了个拜。超越频道会员不仅可以抢先观看超越频道中1%的审片人，还可以观看到无删减的影片，以及以往累计几十部长达几十个小时的会员影片。赶紧加入片片的频道会员吧。